一枚铁穹导弹的成本大约为5万美元，但是其拦截的火箭弹往往就值几百美元，已经很不划算了吧？不过还有更狠的啊，一架经过改装挂上了炸弹的无人机成本更低，但你想要把它给打下来，即使用目前最经济的肩扛式导弹，以毒刺为例，平均一枚也要花上你10万美元。要是手上没有毒刺，只有大型的防空系统呢，比如爱国者，那就更吐血了，因为它的价格高达300万美元一枚。那能不打吗？不打也不行啊，因为它那个炸弹一下去，可能报废的也是你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或者是同样值钱的装备。这种严重的价格不对称呢，正在让全世界各国的军队头疼不已。当然，有的国家面临的压力可能要更大一些。于是，激光武器就开始正式回归了。为什么说是回归啊？因为早在公元前的212年，同样的方法就被那个喜欢泡澡的阿基米德用过了。据说当年啊，他利用了一枚可以调节焦点的镜子，将太阳光聚焦到了入侵的罗马船只上，成功的就将其给点燃了。而人们现在想要的激光武器，也不过就是想要点燃对方发射过来的无人机、火箭弹、迫击炮、炮弹、导弹这类东西嘛。只是他要的技术就不只是镜子和阳光这么简单了。激光是受激辐射光放大的缩写。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激光器。早期版本的激光武器系统被称为化学激光器，因为它们通过化学反应获取能量。虽然其性能足够强大，但是却会占据大量的空间。YAL-1就是这些系统之一了。它是一架经过了改装，在其机头处挂着一台激光武器的波音747，它能够用它来拦截导弹。然而，该系统不仅占据了飞机的整个货舱，耗资还超过了20亿美元，所以最终被评估为没啥卵用，在2011年呢就终止了。与此同时啊，另外一种激光武器系统就登上了舞台，它被称为电激光器，主要使用半导体材料如砷化钾作为激励介质，体积和功率都比较小，所以用来摧毁导弹就想都别想了。一些军用飞机甚至是民用飞机和货机都配备了它。干什么用呢？用来干扰导弹的制导系统。通过脉冲激光的照射导弹会失去对目标的追踪导致其偏离航向。它通常是一个安装在机身下方的吊舱装置。当导弹预警系统探测到来袭导弹的时候呢，便会引导配备红外摄像机的炮塔进行追踪。一旦导弹被追踪到，激光就会发射，开始对导弹实施干扰了。但终归也只是干扰。说起来，连阿基米德的镜子都不如。这几千年过去了，怎么还不进反退了呢？不行，那就上固体激光和光纤激光吧。虽然这两者都非常的复杂，但是其中很少有需要用到运动部件的地方，也都不需要大量的化学物质来产生能量，是目前主要的技术路线。这种武器被称为定向能量武器，也叫做高能激光器。它们正在被开发来为军事装备提供短程空中防御保护，专门针对像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弹这样的威胁，以及像无人机群或者无人机这样的新兴且危险的低空慢速小目标的威胁。这些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产生高达50千瓦的功率，能够在几秒钟内融化用塑料作为外壳的无人机。蝗虫激光武器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重约1.5吨，长和高大约都是2米，可以装在装甲车辆的顶上。该武器分为2个部分，左边是激光系统，右边是跟踪系统。它能够用 AI 来锁定大约3公里以外的无人机就比如这架以每小时75公里以上的速度飞行的无人机，然后再用大约15秒钟的时间来融化它。这就是为什么跟踪系统跟激光系统一样大的原因了。这也是目前激光武器不得不面临的尴尬之处。即使功率已经很大了，但是跟传统的导弹比起来，它拿下对手的时间呢，还是要长很多。只是谁也架不住它便宜啊。虽然系统本身的价格还是很贵，但是它每一发的发射成本也就是3美元不到，而且还不用重新装弹只要供电稳定就能够持续交战。连密集阵跟它比起来都相形见绌对比一下，使用每发成本大约27美元高爆弹的密集阵，15秒发射下来可以吐出1125枚炮弹，价值大约3万美元，是蝗虫的1万倍。所以以色列不仅开发了铁穹，还开发了光穹。Iron Beam 它可以跟铁穹配合起来，在适当的情况下，以更低的成本拦截来袭的威胁。不过，激光武器的问题还是不少它们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个方面：距离、能量供应、散热管理、大气干扰等等。受限于地球是个球，而激光又只能走直线这个点，所以它能够打击的范围就始终是个问题了，除非能够把它往高处搬。但是激光武器又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尤其是在高强度作战当中，如何持续供电是个关键问题。高效能的电池和发电系统
统的研发至关重要。接着是散热管理，当能量通过电源，然后是频谱发射机，接着再通过电缆进入到激光头，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些能量会走丢的。他们干什么去了？发热去了吗？于是激光武器的内部就需要有强大的空调系统工作才行，否则那些精密的设备通通都得融化掉。天气对激光来说也是个很讨厌的东西，具体来说是其中的颗粒啦，比如雨雪雾尘等等，它们都会对激光束进行散射，降低其功率。所以哪怕技术吹得很厉害，在一些实际，尤其是模拟真实战况的测试当中得出的反馈也都是负面的。咱们只能说激光武器的回归，不管是从阿基米德那儿回归，还是从星球大战里面回归，都还需要时间。它会不会成为未来战场的主角，还有待观察。GBU-28地堡克星非常厉害可以轻松穿透6米厚的混凝土。你想象一下，足足有2层楼那么厚的实心混凝土，什么概念啊？但是它其实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且还凑得特别快，从研发到实战只用了短短20来天的时间，是另一个不可思议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呗。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在沙漠风暴行动早期，美国人失望地发现，不管他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多么的准确，但就是断不掉一些地堡嘛。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堡呢是由南斯拉夫的建筑师专门设计的，采用特制混凝土构建而成的超厚掩体，它早就被证实坚不可摧了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呢，便已经扛住了无数来自伊朗的炸弹。这次换美国人来，结果看起来呢似乎是没有两样的。那美国人就很恼火了，我宇宙第一军事大国，怎么可能连你一个小小的地堡都搞不定呢？搞！怎么搞呢？让炸弹可以钻进去再炸呗，这就是钻地弹了为了让它能够钻得更深呢，设计师可以从以下这3个方面入手。第一，他们可以使用更重的炸弹，因为更大的重量意味着更大的动能，在撞击目标后自然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了。第二呢，他们可以使用直径更小的炸弹，较小的截面积意味着在炸弹穿透混凝土时，只需要移开更少的材料就可以了，自然穿透效果就会更好嘛。第三他们可以使用速度更快的炸弹，以增加撞击时的动能。好，考虑到时间紧、任务急，咱初代钻地弹只要能用就够了。至于性能提升啥的，后面再慢慢来嘛。那怎么快速找到符合以上3点的现成解决方案呢？就是这枚奇葩的炸弹 GBU-28 了。它的导引头呢来自宝石路，是一个成熟并精确的激光制导方案。它的诞生来自退役的 M110 榴弹炮炮管，在裁短磨掉里面的膛线，并稍作加工之后呢，就摇身一变，为钻地炸弹提供了一个极其坚固的框架，又重又硬的框架。至于更快的速度，那就通过高空投放，再由尾部的稳定器来减阻创造了。于是这枚炸弹来到了5.8米长、36.8厘米粗的超大长径比。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里面那根钢针的感觉呢？他们的确干的是相似的活嘛。不过在 GBU-28 里面呢，还是有炸药的。它被封装在这根已经身经百战的炮管里面，重达295公斤，是由80%的 TNT 和20%的铝粉混合而成的，因此拥有更大的爆炸压力，威力上呢就比单独使用 TNT 时大了18%，相当可观这款炸弹的整个生产都是在美国陆军的沃特弗利特兵工厂里面完成的，因为那儿就是生产榴弹炮炮管的地方嘛。考虑到整个炮弹的核心就是 M110 炮管，这么安排是相当合理的。而且由于任务周期实在是太短，基本上呢，炮管是一边加工一边等着最新的设计方案实施在车床上修改的。送到空军基地的试验场时呢，上面还在滴着淬火油，摸起来仍然还有余温呢。最终2枚 GBU-28从巴格达上空扔了下去，成功的击穿了地堡的外壳，造成里面所有人员的死亡，非常惨烈它于是带来了2个结果。第一个是有了这样的武器，地下堡垒从此也变得不再安全了。第二个是使用这样的武器是容易产生争议的，尤其是美军在沙漠风暴里面使用的那次，在杀死了大量可能无辜的人之后呢，其实离整场战争结束也就只剩下30多个小时了。真的有必要这么不择手段的来上一次吗？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了。2003年11月22日，一架空客 A300 运输机刚刚加满油，从巴格达机场起飞后，就被一枚导弹击中了左翼，在空中燃起熊熊大火之后呢，机组成员居然操纵着它成功降落了。所以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你可能会说，也许是他伤得不深呗。那么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架飞机是属于 DHL 的一架运输机，它在6个月前刚刚拿下了一个来自美国军方的合同，帮助驻伊大兵们把写好的信运回国内，所以就成为了当时巴格达机场内为数极少的民用飞机之一了。由于机场的外围呢还没有被美军完全控制，所以在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要面临着被地面火力袭击的风险。为了降低这个风险飞行员就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爬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才行。这就对于他们的飞行技巧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天直飞 A300 的是一个3人的机组，机长埃里克、副机长史蒂夫和飞行工程师马里奥，他们都有着数千甚至上万小时的飞行经验，所以这会是稍后他们划线唯一的关键之一跟标准动作一样，这架 A300 在一离开地面之后呢，就迅速开始了爬升，高度已经来到了2400米。正当机组放松下来，认为可能这又是一次平淡无奇的飞行时，一枚萨姆14肩扛式防空导弹嗖的就朝他飞了过来，击中了左翼从发动机到翼尖之间的整个机翼后缘，瞬间就笼罩在了火光之中。他们还是幸运的首先，导弹并没有直接击中机身，那样的话就是整架飞机在空中解体了，后果参见去年乌克兰航空 PS752 航班灾难。其次导弹也没有损伤到发动机，那是他们在后续飞行中救命的关键。最后，还记得我在视频一开始说了什么吗？他们刚刚把油箱里面加满了油，所以被击中的位于机翼外缘的 1A 油箱里面呢，还满满都是液体，没有多少气化成可燃蒸汽。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爆炸，而不仅仅只是燃烧了。好了，说完了好消息，我们再来看看坏消息。直接坏到家的就是飞机完全失控了。为什么呢？因为跟着燃料从左翼的破洞里面漏出去的，还有非常重要的液压油了。飞机上的所有操纵面呢，都得靠它来使力掰动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身体上的肌肉，哪怕心脏、骨骼、大脑都还健在，但是缺少了肌肉去传递力量，我们依然是无法控制身体的嘛。一架正常的大飞机上呢，会有3套液压系统，它们通常被叫做蓝线、绿线和黄线，各有各的主控设备，同时呢，也为别的线路提供突发情况下的备份，所以能够在一个甚至是2个都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呢，依然还能操纵。但是当全部3条液压都宕机之后呢，飞机离坠毁也就只剩倒计时了，所有的控制面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飞机会自动进入到一种类似于过山车一样的上下起伏的状态中，它会先向下冲，进入加速过程，但加速带来了额外的升力，这份升力又开始把飞机往上抬了，让它进入到减速过程，升力于是很快就被吐了回去，飞机再度转头向下，开始第2个下冲上升的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呢，机组几乎是不可能将飞机稳住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能用的工具了嘛。操纵杆虽然还在手里面，但其实已经成为了摆设，还是个看着就让人闹心的摆设。于是副机长就问出了那句直击灵魂的：“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What do we do? What do we do? 是该做什么呢？机长埃里克也在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他再次低头看了看手里面的操纵杆，余光却瞟见了一旁的油门推杆。谁说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工具发动机不是还在吗？它不是一左一右分布在机翼的2边吗？那么控制油门也就能控制飞机了。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既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加速可以让飞机上升，减速可以让飞机下降，那么加油门就能使飞机抬头，减油门就能使飞机低头嘛。只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找准机会来加减油门，就能够将此时的过山车模式扭转到平飞模式了。虽然从来也没有训练过这个项目，但是经验丰富的2名飞行员在飞行工程师的辅助下，仅仅只用了10分钟就找到了规律，慢慢把飞机给稳住了。但看着左翼上还在呼呼喷出的油他们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必须要抓紧时间折返迫降才行。那么怎么折返呢？其实不用他们折这架飞机本身就一直在空中绕圈圈了。左翼受损，所以左边受到的阻力更大一些。飞机打从一开始起呢，就在朝着左边偏航了。机组成员现在要做的第一个是抵消偏航，第2个是控制转向，他们也可以由改变发动机的推力来完成。这个大概就有点像是在开坦克了。给左边的驱动轮多加一点油呢，坦克就会朝右转；给右边的驱动轮多加点油，坦克就会向左转。要是给的油一样多呢，就直着往前开呗。飞机机翼2边的发动机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只不过本身就够难了。而这架飞机上，就光是想要直着走呢，还不是平均给油就行了。你能想象吗？就靠着这
两台发动机推力上的微小差别，既要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又要完成俯仰、偏航和滚转动作，最后还能抬着头不减速的往下落，难度该有多大呀？所以那架同样因为掉了尾巴而液压进食的日航123就没能挺过来了。虽然飞行员应该也是使用了同样的方式，让它在空中继续坚持了30分钟之久啊。DHL 的那架运输机呢，最终在冲出跑道后，还是安全的迫降回了巴格达机场。3名机组成员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被导弹击中后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机舱的人。他们用冷静战胜了命运，所以值得嘉奖。但其实命运也没有辜负他们啊，因为就在他们紧张地折腾2台发动机时呢，武装分子又一次发射了导弹，只不过这一次射偏了而已。而机组成员对此却并不知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混元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美国的宝石路系列激光制导炸弹，除了3以外，其导引头跟弹体之间都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像这样的活接。把这段视频放慢了看呢，会特别的明显。你看弹体和导引头之间是有着明显的相对摆动的，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好，在解释它之前呢，咱先来了解一段背景知识。第一批激光制导炸弹呢，是由美国空军在1960年代后期开发的，目的很简单啊，就是减少飞机暴露在敌方高射炮火力下的风险嘛。这样的风险呢，曾经让 F-100、F-105和 F-4等战斗机呢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啊，因为彼时他们必须要从低空去轰炸目标，才能够实现一定的准确性嘛。而引入激光制导之后呢，则允许炸弹从更高的高度展开攻击，并且与非制导的炸弹相比，只需要少量投放就可以产生数倍于后者的破坏效果了。因此需要的飞机呢更少，接触高射火力的机会也更少，既能够提高战斗效果，又能够充分保全自己，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样关键武器啊。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一句话说完就是它是利用载机上面的激光照射器，先向目标照射激光束，经目标反射后，由装在炸弹头部的激光导引头来接收，再经光电变换形成电信号输入炸弹控制舱，控制炸弹舵面偏转，来引导炸弹飞向目标的。所以重点就来了。激光炸弹想要炸得准，首先你就必须要保证它的导引头全程都要能够看到这束反射回来的激光才行嘛。你看宝石路的导引头是由安装在一个半球形的透镜里面的4个相同元件来组成的，所以你就得要让这个窗口呢始终对着目标的方向才行啊。可是呢，早期的宝石路其舵面控制系统采用的是相当原始的启停式控制，也叫做砰砰控制了。这意味着它的舵面只有2档，不是完全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当然除了起始位置这个呢就有意思了当导引头发现方向不对需要调整时，宝石路只能一下子打个满舵，虽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摆了过去，但是却很难在准确的时机给停住于是就纠正过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再砰的一下把翼面切到另一边，将揪过了头的姿态给拧回来。可是这下就能拧得正正好吗？显然不会它又拧过了。那就只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这样反反复复的左右拧呗。最终看起来呢，就很像是一条飞在空中围绕着最佳飞行路线不断摇摆身躯的鱼了。可是呢，它没有鱼那样柔软的身躯这尾巴一摆，头不也就偏了吗？头一偏，目标在哪儿呢？糟糕，由于追踪激光的小窗口也摆到一边去了，接收不到反射激光的宝石路呢，就只能朝着某个随机的方向飞走了。这个怎么可以呢？于是万向节它来了，用它来将宝石路的弹体和导引头分开，并为导引头加上一个可以通过气流来稳定的环形翼，就能够让它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始终把头部对齐气流方向，不受尾部大幅摆动的影响了，目标也自然就不会再消失在视野里面了吗？好，这个操作简单暴力但是有几个致命的问题。你看，由于它一直都在摇摆所以就飞不出原本应该有的距离嘛，射程就变短了。另外，制导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在针对移动目标的时候，因为它对控制面的调整总是稍微滞后的嘛。所以到了宝石路3砰砰控制系统呢被换成了比例控制系统，舵面的操作也就更灵活了，弹体也就不再会四处乱摆了，导引头终于可以固定起来了。在珠海航展上呢，有这么一个长脖子，它全部伸出来的时候呢，有18米高，可以站上6到7层楼了。正好我的工作室呢就在7楼来实际感受一下。
视野真的是很好啊，而这个东西呢，要的就是视野啦，因为它是一台低空补盲雷达。说白了就是能够补充普通地面雷达不能往下看的视野盲区了，从而探测到从低空突防的各类目标。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巡航弹，甚至连来袭的炮弹也无所遁形啊！这就很好用啦，因为我们知道贴地飞行就是传统的跟雷达躲猫猫的最好用的手法嘛。如果这招也不好使了，那岂不对敌人来说就太难了吗？而且你看它脖子还可以收回来的，降低高度之后呢，能够方便的移动，可以随时重新部署，灵活性也有了，不错不错嘛。单向透明，咱就能拿捏的恰到好处了。你再跟我玩低空突防，我来举一个例子大概就会像是站在讲台上面的老师看下面的学生偷偷摸摸的做小动作一样，你以为你隐藏的很好，但是在老师面前其实那都是透明的。我要不要点你一下，那就全看我的心情了。好，说到这儿其实我没有过瘾，相信你也没有过瘾的因为什么贴地飞行可以骗过雷达呢？而架高的脖子只是因为视野好就能够通吃全场了吗？咱们就来继续的详细聊一聊首先，贴地飞行主要能够从以下4个方面躲过或者骗过雷达。第一个呢，就是基于雷达本身的特性缺陷啦，它只能走直线嘛。其实咱们可以把雷达想象成一只手电筒，在黑暗的夜里面呢，只有当物体被手电筒的光线扫过，然后将光反射回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个物体吗？雷达不同的呢，就是它发射的电磁波是在不可见光的波段而已了。但它们都是沿着直线传播的虽然现在雷达已经强大到能够探测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但是你首先得要保证这束雷达波是能够沿着直线照到这个目标上才行的。好，缺点就这么来了地球可是个球所以地面是有曲率的。架在地面的雷达，哪怕是平视着往前看，也只能看到地平线以内的范围嘛，你是看不到下面的。于是，地面雷达的实际探测范围呢，就主要跟2个因素有关了。一个呢是自身架设的高度，另外一个是目标的飞行高度了。假设雷达自身架在离地面5米的高度，而飞机则飞行在离地30米的低空，它就只剩下31公里的探测范围了。如果现在飞机提升高度来到10000米的高空，同样的雷达在442公里以外就能够发现它了，探测范围提高了14倍。可见低空突防突的是什么？首先突的就是你雷达的物理盲区了。那这个时候敌人不会傻到抬升自己的高度好让我看到，但是我却可以主动抬高我的高度嘛，将地平线往下降一些，是不是就能够探测到范围更远一些的目标了呢？好，咱们接着说低空躲雷达的第2项为什么了，它就是地形因为大地并不平坦嘛，不管是山谷还是山丘，不管是树木还是建筑物，都能够从物理上阻挡雷达波的传播啦。所以理论上，我只要飞得比他们都要低，是不是也能让对方的雷达看不到呢？还真是的实际上俄乌战场上双方都使用了这样的战术，于是把雷达的脖子拉长，拉得这么长，让它越过高墙，当然也就能够看到背后的东西了嘛。好，到第3样了，是什么呢？是低空的复杂大气环境和地面的复杂反射对雷达造成的严重杂波干扰了。大气中的任何东西，不论是雨、烟尘、云、鸟，甚至水蒸气，都可以弯曲散射和吸收雷达发出来的电磁波嘛。它既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雷达的探测范围，也会在雷达屏幕上以噪音的方式呈现出来，干扰实际的探测目标。而且这样的干扰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越变越大，直到完全就消失在杂波之间了。另一方面呢，飞得低还有地面建筑、树木、公路等等由地面反射带来的杂波影响，它同样会将再次飞行的目标掩盖其中，难以发现。你也许会说咱现在不是有预警机了吗？我们可以从高空往下看吗？这不就大大扩展了可视范围，任你再贴近地面都会落在我雷达波的视野当中吗？是，话虽这么说，但预警机多贵运行贵，造价贵，所以使用上自然就有了限制嘛，很难像这个家伙一样用起来比较放得开哦。另外呢，处理杂波其实也是有一套传统的有效套路的，那就是多普勒雷达。因为我们要看的是移动的目标嘛，所以多普勒效应呢就能够将移动与静止的物体分离开来，让雷达捕捉到真正的目标。OK，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低空突防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啊，新的战法呢就应运而生啦。你看这些画面啊，它们可以飞行在高速公路上嘛，它们可以贴着高速行驶的汽车一起飞嘛。这样雷达你还认得出谁是谁吗？难了啊！所以呢，我就不光要能够看到你，还要能够以高精度来看到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嘛。最后，低空飞行还能带来一个针对雷达的优势，叫做多近干扰。因为飞得低了，既贴近地面也贴近树冠，就会让从飞机表面反射的雷达波在回到雷达之前呢，有可能多次的在地面或者其他什么物体的表面反弹。这样的话，在雷达看来，我的确是能够看到目标了，但是看到的却是几个目标，而只有其中的一个才是真的，其余的呢都是鬼影。要怎么判断呢？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啊。于是低空突防的成功率呢就再次提高了。雷达想要干掉这个估计得要靠算法了。而据说咱们现在的雷达算法是很厉害的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啊。航展上面看飞机、看坦克、看枪械呢是普遍的热门啊，而雷达这里却冷冷清清，我有点气不过啊，所以咱就多介绍介绍呗。下一期我们来讲讲这个家伙，他也很厉害啊，所以要记得关注我哦。小时候玩有线遥控玩具的时候呢，特别羡慕从身边开过去的没有连着电线的遥控汽车了，觉得那才叫高级嘛。这样的认识啊，直到我了解了鱼雷是怎么工作的，才算告了一个段落。因为鱼雷既有线又高级。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鱼雷的故事。要问你哪种武器的技术含量最高，不管你事前知不知道鱼雷需要牵根线，估计选择它的可能性都很小吧。但实际上人家绝对是能够排进顶尖之列的，这个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个是动力，一个是引导。先说动力啊，本质上一枚鱼雷就是一艘小型的潜艇，既然打的就是潜艇，那没有理由比潜艇本身还跑得慢吧？不光如此啊，还应该要快的越多越好啊。所以鱼雷从一开始起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动力系统的升级。1866年白头鱼雷问世，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原始，但仍然包含了一台采用压缩空气的发动机。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鱼雷的技术含量一出现，就比在空气中飞行的炮弹要高出了许多，直逼1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导弹，堪称绝对的碾压。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为了让鱼雷跑得更快、跑得更远，它的发动机也迅速就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从没有燃烧时直接使用压缩空气的冷动力引擎，进化到拥有燃烧时把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热动力引擎。它的工作原理跟内燃机非常的像，就是将燃料和空气混合后喷入燃烧室点燃，靠急剧膨胀的热空气来驱动扭杆，进而带动螺旋桨旋转来前进的。虽然在它的加持下，鱼雷的航速已经提升到了30多节，航程也可以跑出3公里多了，但人们还是没有满足啊，因为它还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短板，那就是燃料太占体积了。你想，鱼雷是在水里面航行，无法接触到空气，那它燃烧室里面的空气从哪儿来的呢？就只能自己带。所以鱼雷中装燃料的罐子就不是一个，而是2个。想要射程更大呢，所要携带的燃料就要更多，相应的所要携带的空气也就更多了。是远是远了，但跑远了不炸得更大点，似乎又对不起花出去的那么多的跑腿费。要炸大点的话，就要携带更多的炸药才行。这样不断加上去呢，鱼雷的体积就变得越来越大，甚至都已经大到了让装载和发射它们的舰艇吃不消了。这可怎么办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使用效率更高的引擎才行啊。于是到了2战啊，鱼雷就沿着这个思路再一次的进化，分化出2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电动鱼雷和氧气鱼雷。前者使用电动机，用电池来驱动；后者依然使用燃烧室，但是却将原本作为氧化剂的空气换成了纯氧，于是效率也就直上5个台阶，不仅射程和装药量增加了，而且由于产生废气的来源几乎消失，鱼雷的尾迹也几乎消失了，变得更加隐蔽了，简直好处多多啊！唯一的问题，风险太高，因为纯氧实在是太易爆炸，所以只有当时的日本人顶着巨大的风险把这项技术推向了使用，换来的结果就是让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瑟瑟发抖。今天鱼雷的动力跟80年前呢其实没啥本质的区别，依然还是电动跟热动，只不过呢彼此都已经升级到了21世纪该有的样子。采用模块化的电池组设计的电动鱼雷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灵活的配置电池的多少，减少质量并提高机动性，再配合高扭力的永磁电机，加速性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尽管最高航速还是快不过热动鱼雷，但胜在可靠性和易用性，在近海作战时可以发挥优势。而热动鱼雷到了今天，也可以把储存燃料和氧气的2个罐子合二为一了，变成了使用一种叫做奥托燃料的单燃料鱼雷。什么是奥托燃料呢？就是几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物，其中既包含还原剂，也包含氧化剂，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是一种惰化的液体火药，能量密度极高，同时又安全可靠。相比起同样质量和体积的电鱼雷呢，有着更远的射程和更高的持续航速，而且随着燃料的消耗，质量在变轻，机动性反而是越来越好了。缺点嘛，除了贵点，好像也没啥了。所以一般用在远洋深海的作战环境中，对付的都是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好了，说完了鱼雷的动力，我们再来说说鱼雷的引导。想要一击致命，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还是在情况相当复杂的海里面。不过早期的鱼雷其实是不带引导的，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带啊，而是那个时候想带也没得带呀，所以它叫做直航鱼雷。一旦打出去，只能沿着一条直线跑。海面起伏荡漾，它是如何做到无视这一切的呢？因为有一样东西叫做陀螺仪。尽管我们以为它可能是一个伴随着手机的高科技，但其实早在1899年就已经被鱼雷给先用上了。于是当时的鱼雷打得准不准啊，全在于鱼雷手瞄得准不准。该怎么瞄准呢？我之前已经有一个视频讲得比较清楚了，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哦。但是接下来啊，随着鱼雷的射程越来越远，舰艇的速度越来越快，想要在数十公里以外发射一枚鱼雷，直直的击中目标几乎没有可能。所以鱼雷就来到了制导时代，可以不用一根筋的走直线，而是追着目标跑了。这个时期的一开始，其实鱼雷还是不带线的，它采用的是一种叫做被动式自导的方法来锁定目标的，也就是跟着敌方舰艇的声呐信号走，直到追上它。这个想法倒是挺理想的，但是实践效果却差强人意，因为鱼雷上的声呐接收装置受限于自身的尺寸，只能做得比较小，所以作用距离不远，很容易被干扰，甚至被自己的动静给干扰了。当然，这还不是最尴尬的啊！有的时候，当鱼雷被发射出去并竖着耳朵监听附近的声音之后，对它吸引力更大的反倒是离它更近也更响亮的自家的船，然后就头脑一懵，直接来了一记乌龙球。这事儿多了，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所以很快呢，线导就把自导给取代了。说白了就是你鱼雷上的脑子太小不好使，就专心负责跑和炸吧，千万不要再去想朝哪边跑了。这些信息啊，都由我来告诉你。我是谁呢？是设置在发射鱼雷的舰艇上的一个制导站，它有一套完整的检测及指挥系统，用于测定目标的各种参数以及目标相对于鱼雷的位置等参数，并形成修正鱼雷航向的操纵指令，通过导线传输给鱼雷。而在鱼雷上则有一套收发装置和执行机构，用于实现制导站的操纵指令，使鱼雷按照一定的航迹航向目标。这不就是导弹的那套东西吗？只不过由于电磁波无法在水里面有效的传播，不得不换成使用铜线或者是光纤来传输的电信号和光信号而已。想起来啊，是有些不太方便，但这在今天非常成熟的放线机构和动力装置面前已经不是什么障碍了。鱼雷和潜艇中都有放线机构，是遥控距离超过50公里都没有什么问题。光纤从鱼雷尾部螺旋桨的空心轴里面传出，也完全不怕被切断。所以有线和高级在这儿似乎一点也不冲突啊。既然我们已经讲到高级了，那我们最后再多讲两句。在当今服役的最先进的一些重型鱼雷上面，比如我们国家的鱼10上，不仅仅采用了线导模式，而是采用了线导加自导的模式。线导的部分呢，跟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样，重点是后面的自导。当鱼雷到达距离目标较近的区域之后呢，会开启主动末端制导模式，寻找目标。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自导了。一般而言，末端自导可以分为声呐探测和尾流探测，前者又分为被动声呐模式和主动声呐模式。被动声呐模式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此时它离敌舰更近，不太可能再踢出乌龙球了，但还是容易被干扰，还是作用距离不远，所以逐渐就被淘汰了。主动声呐模式则需要鱼雷发射高频脉冲来搜索目标区域，从而主动的攻击，但目标很有可能会监测到它，并使用声呐掩蔽器和干扰器来进行反制，类似于放了一个烟雾弹。
那么尾流探测方式呢？看起来它是最靠谱的啦，因为它是通过探测舰船航行时产生出来的尾流的声、光电磁等物理特征与一般海水的不同来引导鱼雷的。本质上是探测尾流内的气泡对声光的散射，以及尾流水分子与其他水分子不同的运动状态引发的电磁异常。这个光听起来就非常高级了，所以优势也非常明显。只要鱼雷在距离目标1000米左右捕获并进入其尾流，就能够根据尾流产生的方向来迅速攻击目标，具有极佳的准确性和隐蔽性。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超难啊！要求研制它的国家在传感器灵敏度、集成和相关流体理论上具有较高的水平，否则结果出来就是作用距离十分有限，实战效果远低预期等等。所以看起来简单原始的鱼雷，实际上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之前我听说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鱼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还表示有些小小的怀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跑快了之后，就需要考虑气动外形了。所以跑车会升起尾翼，飞机会削尖脑袋，速滑则需要先把自己装扮成外星人。那么要是再快点呢？比如比音速还要快上很多倍，就要用上乘波体了。就像东风17导弹那样，长得既不尖也不圆，而是一副扁扁的造型，却能够打出10几倍的音速。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乘波体？为什么乘波体在速度上更占优势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把它讲清楚。在空气中运动的物体有一个坎儿，那就是音速。因为一旦超音速之后呢，就会碰上音障，产生激波，导致阻力大增，效率骤减。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产生的。空气也是实体，所以当物体在空气中前进时，实际上是需要将自己前方的这一团空气给推开才行。我们把前方这一团空气想象成一个完整的球体，推动空气前进的是一辆行驶速度很慢的小车，所以它推动空气球的过程也是很慢很慢的，已经慢到我们肉眼可见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空气球先是被小车挤压，然后恢复原状，再之后呢往外弹开，跟高速摄影机下的网球很像。这个挤压、恢复、弹开的过程在现实当中虽然很快，但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让小车加速，不断的加速，一直加速到在挤压了前面的空气球之后，还没有等到它恢复就又往前挤压了的程度。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因为每个空气球前面还有别的空气球，于是这个空气球就会去压缩下一个空气球，下一个空气球又会去压缩下个空气球，就这样传递下去最终形成了一连串都来不及恢复原状的压缩空气球堵在小车前方了，就像是某种看不见的障碍物。那么小车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才会使前面的空气球来不及恢复原状呢？答案就是音速，因为声音传播靠的就是空气的压缩与复原，所以空气压缩再复原的速度呢就是音速，这个障碍也就很自然的叫做音障了。此时运动物体前方的空气在不断的挤压并且来不及复原的情况下呢，密度陡增，而它两侧的空气并没有被挤压，密度也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在这两种不同密度的空气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便是激波了。尖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斜激波，圆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正激波，这两种波都会带来很大的阻力，降低物体前进的效率，而乘波体却似乎毫不受此影响。那是不是意味着乘波体就不会产生激波呢？当然不是啊，它也会产生激波的，但人家却会利用激波。准确点说是把激波当成风火轮，然后踩着它一路狂奔。从风洞成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一颗传统的圆锥形弹头在超音速下飞行时，气流会在弹头尖端发生偏折，并画出2道激波。经过激波的气流压力瞬间上升，于是便立马形成了2个高压区。这2个高压区上下分布均匀，压力相等，所以相互抵消，既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带来什么坏处，感觉就这么白来了一招。但剩下的由激波带来的阻力却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工程师就思考，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让高压浪费，又不让阻力作祟呢？当然是有的。其实从这幅图中我们就能够得到启发。你看，要是我们从中间将这枚弹头一分为2，并且拿掉上半部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上表面与气流方向是平行关系，所以流经上表面的空气是不会发生偏折的，也就不会产生激波。整体上看阻力少了一半，向下的压力全完，弹头就只会受到来自于下表面向上的压力了。此时的压力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升力。
所以乘波体为什么叫做乘波体啊？就是因为它是乘坐着机波飞行的，别人被机波干趴，它却把机波骑在胯下。这让我想起了孙悟空和筋斗云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2维的乘波体推出成3维时，它长得就像是一块蝎子了。再把这块蝎子的顶面对准气流方向，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升力体了。这样的升力体真的能飞吗？看看美军的这3兄弟就知道它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虽然是可以产生升力，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下表面上的高压气体很容易就会从2侧泄漏，并流到上表面去了，使底部压力降低，升力自然也就降低了。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乘波体。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锁住这样的侧漏呢？有的，那就是将这个楔形升力体的2端往下掰，使得基波面和它的前缘相重合，用基波面来包裹住升力体的下表面。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专门用3D 打印机制作了这样一个乘波体。你看它顶上的这根极在飞行时会跟气流方向保持一致，所以上面的这2个斜面呢是不会产生基波的，基波会沿着下表面产生，并附着在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面上，就像这张纸一样，形成一个正好把乘波体底部完全兜住的平面基波面。因为气流只能单向穿过基波，一旦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样就能利用基波将高压气体牢牢地锁定在下表面上，维持住了升力。这种形式的乘波体叫做楔导乘波体，算是第1代的乘波体了。它有个变体，就是像图中这样长得圆滑一些的，但由于产生的基波面依然还是一个平面，所以呢还是叫做楔导乘波体。那它有什么缺点呢？因为实在是太扁了，很难装下导弹的引导头和战斗部，所以基本没有太大实用价值。于是我们就迎来了第2代乘波体，它的基波面不再被局限于一个平面，而是采用圆锥面，所以叫做锥导乘波体。思路跟上一代一脉相承，也是让基波面来包裹住乘波体的整个下表面，并防止上表面产生出基波。但由于基波面鼓起来了，所以也就让乘波体鼓起来了，空间一下子就得到了解放。锥导乘波体也因此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我们的东风17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所谓乘波体，就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外形设计，让锥形的基波面包裹住飞行器的下表面，利用超音速产生的高压区，让飞行器的升力更大，阻力更低，就像骑在基波面上一样，轻松飞出数倍于音速的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后半段理解起来可能有点难度，需要你有较好的空间想象能力。大家尽力而为吧，看没看懂呢，都留言来告诉我一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